葡萄牙1-0被西班牙淘汰。赛后最诡异的是，场上只留下了 C 罗和少数的队友，而像比费、比席尔瓦、热昂内维斯等人都早早的离开，回到了更衣室。老 K 只是敏锐地感觉到葡萄牙队内可能气氛有些不对，因为每个人的世界杯都属于自己的梦想，许多球员也正处于自己职业生涯的晚期，很可能参加不了下一届。所以盲猜，可能有的队员觉得 C 罗是不是不应该踢满全场，但客观讲，老 K 觉得今天 C 罗是几场比赛里面表现最好的一次。而此时此刻，我更想跟他表达的是告别和尊重。在比赛结束以后，看到那么多台摄像机对准了 C 罗，捕捉他表情的每一个瞬间和细节，这真的让人很难受。C 罗是迫不得已，他自己不能选择，但是他确实活在所有的聚光灯和摄像机下。他脖子上青筋暴起，想拼了命地忍住泪水，因为任何人都不想将自己最真实的情感被当作商品贩卖到全世界。有些东西，有些感觉，只属于自己。老 K 搜索了2003年 C 罗加盟曼联时期，当时曼联的队友们，就在他去曼联的前1个月，哈兰德的父亲刚刚告别了曼城。而现在2026年，无论是老哈兰德或老哈兰德的儿子，或是鲁尼、里奥费迪南德、斯科尔斯、吉格斯、范尼斯特尔努伊等等等等，你能从23年前那帮球员们现在的照片里看到他们都已经老去，你也能从2026年的 C 罗和03年的照片对比中看到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的痕迹。但足球就是如此的残酷，唯结果论。我知道此时此刻许多地方都有各种对 C 罗的嘲讽，但我恳请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搜一下2003年 C 罗的集锦，你会看到一个运控球技巧炫酷到屌炸天的年轻人。当他面前有1-2个防守球员的时候，都是选择踩1-2个单车一趟就过。那不惧怕一切的勇气和速度，在今天这支葡萄牙队已经很少见到，甚至在当今足坛，或者说在当年那个小小罗之后，人类的球场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炫酷屌炸天的年轻人。试想今天的葡萄牙队边路如果有一个17岁的 C 罗，那兴许一切都会不一样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先点赞再看，养成好习惯。感谢你们的陪伴，感谢你们的订阅、热推、分享和评论。那么今天这场球，葡萄牙输给西班牙是老 K 意料中事。特别到了比赛的下半场，我一直在跟儿子说，西班牙正在施展自己的庖丁解牛术，任何一次撞墙式的配合都有可能瞬间撕裂葡萄牙的防线。而另一边，葡萄牙已经很难再将球控制在自己脚下，并且通过传控推进到进攻3区。整场比赛通过传中给 C 罗的机会寥寥可数，但西班牙这边各种立体化的进攻，空中球、脚下球、回头点、前点、后点，球好几次都从葡萄牙的门前划过。试想一下，西班牙阵中如果有个41岁的 C 罗，也许早就进球了。但这种假设如果没有用，足球永远用结果说话。两队的差距实力悬殊，葡萄牙13次在正式比赛对阵西班牙，1胜6平6负，唯一的一次胜利还是04年欧洲杯小组赛，葡萄牙1-0战胜西班牙。那场球是 C 罗在国家队生涯第2次首发，因为首轮小组赛 C 罗替补登场的表现极其亮眼，所以主教练斯科拉里选择让他直接顶替西芒首发右边锋。当时的他上半场整体非常活跃，频繁在右路冲击普约尔防守的西班牙左路，多次完成了边路的突破和下地传中。上半场尾声的第44分钟， C 罗在禁区抢到落点，甩头头球攻门，皮球稍稍偏出立柱，也是上半场葡萄牙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。中场休息以后，下半场的西班牙加强了边路防守，华金、劳尔布拉沃2个人一起重点盯防 C 罗，让他的突破空间被压缩，拿球对抗成功率有所下降。第78分钟，路易斯菲戈被换下， C 罗的位置短暂往中路靠拢，但他也没有得到绝佳的得分机会，踢满了全场90分钟，可圈可点，敢对抗，敢于频繁地冲击对手防线，边路的冲击力极强。可是想一想，看一看今天的葡萄牙队，边路就没有这样的爆点。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的 C 罗频繁突破，给41岁的老 C 罗传中，那该多好啊！对了，04年那一次葡萄牙最后是努诺戈麦斯加半场替补登场11分钟，第57分钟进的球，助攻的是路易斯菲戈。而那一届04年欧洲杯 C 罗最终打进2个进球。所以真正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对抗，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，最帅的还是2018年世界杯 C 罗的帽子戏法。当时已经33岁的 C 罗全场跑动范围极大，除了3粒进球以外，他多次的定位球、任意球都制造了威胁。而2018年那已经是33岁的 C 罗，
说个冷知识，今天葡萄牙对西班牙场上的22个人，或者加上两队替补席所有的人，年龄最大的也就32岁，都比2018年的 C 罗年轻。但很明显，没有谁能比得上33岁的 C 罗。老 K 说这个只是在想 C 罗到底是什么。从03年到2026，整整24年，许多球迷都想说，明明已经不是最好的选择，为什么还要占着葡萄牙的首发位置呢？这样对球队反而是不利的。我觉得也没什么，不过可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，让我们看看已经没有 C 罗这个包袱，轻装上阵的葡萄牙队未来会取得怎样的成绩。老 K 是个老球迷，过去曾经玩8位机还是16位机的时候玩过一款游戏，它是书版的足球游戏，这让我认识了当时葡萄牙队的头号球星富特雷，保罗·富特雷。他的左脚盘带瞬间的加速变向是招牌绝技，是80年代90年代公认世界最顶级的左边锋。他也是世界足球杂志评选的20世纪足坛100大球星的第98位。1987年波尔图2-1战胜拜仁慕尼黑，21岁的富特雷全场表现最佳，一战扬名全欧洲。当时上半场拜仁先破门，下半场富特雷在左路连续的突破，牵制了拜仁整条后防线，不断制造威胁，策动了2个进球。那也是葡萄牙足球历史上最经典的欧冠的逆转夺冠。1992年在西班牙的国王杯决赛，马德里竞技1-0力克皇马。当时的决赛在伯纳乌皇马主场进行，富特雷在皇马主场凭一己之力打爆了整个皇马的右路。赛后皇马球迷公正的评价，伯纳乌是被富特雷一个人征服的。之后他连续2年拿下了国王杯冠军，是马德里竞技历史上最经典的外籍球星之一。富特雷对自己有一句评价，抛开谦虚来说，足坛历史上的左脚球员真正强过我的只有2个人，马拉多纳和梅西，其他人可以和我并列，但没有人明显的胜过我。可惜他跟范巴斯滕一样，也是因为常年遭遇了凶狠的犯规，膝盖、半月板反复重伤，伤病过早消耗了他的天赋，否则他的历史定位可以接近路易斯·菲戈。但在80年代到90年代，葡萄牙足球那一段国家队常年打不进世界大赛，虽然每一场硬仗都是富特雷一个人扛着全队进攻，并且他的球风也凌厉，爆发力也强，带球是充满了侵略性，也敢于1对1硬碰硬。不过葡萄牙国家队仍然持续的无缘世界杯决赛圈和欧洲杯决赛圈，一直到96年以后才开始连续的打进了欧洲杯和世界杯的正赛。但在此之前，葡萄牙36年仅仅进过3届世界杯。路易斯·菲戈和鲁伊·科斯塔那黄金一代，阵容豪华，技术华丽，但倾其所有也只拿到了04年欧洲杯的亚军。而有了 C 罗的葡萄牙拿到了2016年法国欧洲杯冠军，2019年欧国联冠军，2025年欧国联冠军。路易斯·菲戈本人就有一句评价，以前的葡萄牙踢球心里总想着不能输球，心态保守，畏手畏脚。在有了 C 罗以后，球队才敢于去拼胜利，敢于和像法国、荷兰这样的强队硬碰硬，争夺冠军。球队的求胜欲望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而自从 C 罗06年正式成为国家队核心以后，06年到26年连续6届世界杯全部晋级正赛，欧洲杯连续6届从未缺席。2006年只有21岁的 C 罗已经成为德国世界杯的主力，本届赛事他已经41岁，但依然打进了3个球。但看看现在这支国家队，又有哪个21岁的新秀可以像当年 C 罗一样挑起大梁呢？所以今天的在座各位心目中能够将葡萄牙队跟西班牙、法国、荷兰放在一起作为强队，这全亏了 C 罗一个人的功劳。所以就像今天 B 费赛后说的，外界批评葡萄牙的最强中场没能发挥作用，那只是外界的看法，我并不在意。我们完成了教练要求我们完成的任务，也按照教练部署的方式去比赛，我们做了所有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，结果没有达到最好，因为我们已经被淘汰了。其实这种声音我们早就习惯了，大家总说希望中场是我、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一起首发，然后又希望伯纳多、席尔瓦上场。等到伯纳多、席尔瓦真的上了，又开始说不要伯纳多。鲁本内维斯也是一样，但最终做决定的人是主教练，而我们球员要做的就是执行教练的安排。对于这一点，我问心无愧，也非常坦然。归根到底，我们今天输掉了比赛，我们的对手是西班牙，他们本来就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，我们也应该给予对手应有的尊重。许多时候，只有当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的时候，大家才会承认他们有多强。可一旦面对葡萄牙，好像外界就觉得我们理所当然应该比所有球队都强，但事实并不是这样。这一次我们没有做到。在此前的欧国联比赛中，我们曾经占据优势，
足球比赛就是如此，每一场都不同。今天是他们赢了，欧国联那一场则是我们的运气更好一些。足球就是这样，接受结果吧，继续向前吧。而今天前英格兰前锋克里斯·萨尔顿谈到这个问题，他的意见很有意思。萨顿说，葡萄牙球员不会说出口，但他们当中很多人离场的时候可能都会在想 C 罗，你毁了我们这届赛事，我们出局是因为你，我们在进攻三区踢的挣扎也是因为你。一名中锋必须跑动，必须做出贡献，必须压迫对手，比赛方式也必须有变化，但 C 罗没有，他就像老大爷一样在场上晃悠，这就是葡萄牙出局的原因。C 罗什么都没做，他真的什么都没做。葡萄牙队内有一些非常出色的球员，他们会觉得这届世界杯对他们来说完全是在浪费时间。罗伯特·马丁内斯就是个笑话，贡萨洛·拉莫斯一直坐在替补席上， C 罗又一次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葡萄牙就像一场怪诞秀，一场马戏，马丁内斯太软弱了。对此，鲁尼也说，人们总是会把 C 罗和梅西放在一起讨论，因为他们是足球史上最出色的2名球员之一。但阿根廷那些球员看起来都是为了梅西而战，他们都站在梅西身后。梅西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显然非常出色，而我从葡萄牙球员身上感受不到这种氛围。如果我是主教练马丁内斯，我必须问自己，会不会留下遗憾？我认为，如果他继续坚持使用 C 罗，他可能真的会后悔。有时候年龄会追上你，现在看起来 C 罗似乎已经受到了一些影响。但同时，鲁尼也谈到了 C 罗，他说 C 罗的心态非常出色。C 罗他完全为足球而生，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足球，而且他是如此热爱这项运动，他有那种精神属性，我在其他球员身上完全没有见到过。要在最高水平上踢球，必须具备某种心态。他想踢每一场比赛，想在每一场比赛中进球，想打破每一项纪录，他对此毫不掩饰，并且坚信自己就是史上最伟大的球员。所以是的，我认为他确实拥有如此辉煌的职业生涯。最后这段话老 K 是很赞成。至于葡萄牙队在失去了 C 罗以后，其实老 K 对他的兴趣并没有那么大。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未来的10年，看葡萄牙队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成绩，甚至于能不能再在欧国联夺一次冠。但还是那句话，足球就是这样的，成王败寇。去年 C 罗和葡萄牙队和主教练马丁内斯拿到了欧国联冠军，大家的风评是另一种样子。而今年他们打进了16强，风评却又是另一种样子。但老 K 个人觉得每一种结果你都得认。我并不觉得葡萄牙的实力比荷兰、比德国更强。但当 C 罗战胜莫德里奇，葡萄牙战胜上届世界杯的第3名克罗地亚，这并不代表什么，因为你还没有夺冠。那么今天赛后，法国独立的调查记者最新的报道，他说，你会看到关于主教练马丁内斯的议论很快就会甚嚣尘上，队内许多成员对他忍无可忍，都指责他归根到底就是想方设法利用 C 罗的关系，想谋求一份在沙特的工作。而主教练马丁内斯在赛后被记者问到，为什么不让拉莫斯上场呢？马丁内斯回答得很直接，从身体层面来说 ，C 罗完全具备打满90分钟的能力。也许进入加时赛以后，派上贡萨罗·拉莫斯会是个不错的选择，但我们今天的战略并不是这样设计的。今天的结果并非我们所期望的，但在这样的大赛中，这确实会发生。接下来，葡萄牙队很可能会选择若热·热苏斯作为未来的主教练。马丁内斯已经离开，他执教的合同也到期，而人始终无法对抗自然的规律。C 罗结束了他对世界杯的征途。下一场比赛会轮到谁？未来如果阿根廷输球，人们会同样的对待梅西吗？但其实有时候重要的就是结果。在2021年美洲杯夺冠以前，梅西曾经连续3年打进14年世界杯决赛、15年美洲杯决赛、16年百年美洲杯决赛，3次全部亚军。阿根廷国内和所有的人将28年阿根廷没有任何大赛冠军的压力都全部给了梅西一个人身上。当时的他遭到了国内的球迷、还有媒体、还有各种足球的名宿铺天盖地的批评、谩骂、嘲讽，甚至持续了将近8年，直到21年美洲杯夺冠、22年世界杯夺冠，这样的批评声才彻底消失了。所以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堵住所有人的批评，强如梅西当时也不能。足球就像战争一样，成王败寇，一切只为结果论。当梅西有了世界杯冠军，所有的事就完全不一样。这样的故事在新绝代双骄的对抗中同样如此。姆巴佩跟哈兰德天生不一样的，就一个代表法国，一个代表挪威。好在姆巴佩自己对这一点看得非常通透，
每一次记者赛前问到他，他都会很低调、很谦逊。10几年之后，当哈兰德退役的那一天，人们不会将世界杯、欧洲杯没有夺冠作为嘲讽他的素材。所以葡萄牙就真的很有意思，他过去的实力真的没有荷兰强。荷兰队只有一次凭荷兰3剑客的强大，在1988年拿到过欧洲杯冠军，成绩上就特别像今天的葡萄牙。所以也许 C 罗的问题是他太强了，他也许真的不应该强到41岁还坚持在国家队打主力，他也许不应该强到一个人扛着葡萄牙队拿到欧洲杯冠军和2次欧国联的冠军，而他也许更不应该凭借自己凡人之躯，竟然妄想和梅西始终竞争去争夺荣誉。你本只是凡人，却执意要与神去对抗，这场较量从一开始也许便是你的原罪。但这是一些人的看法，并非老 K 的看法。老 K 从来都认为梅西是足球史上唯一的神，他的足球是无与伦比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。但我之所以那么尊重 C 罗，是因为一旦选择拔剑，输赢也许早已注定，但唯有一腔孤勇是凡人唯一的武器。大家也许天然就默认梅西本就该赢，凡人 C 罗本就该输，而凡人 C 罗敢去挑战神明，本身就被大家带着挑剔的眼光去审视，做得再好也很难被认可。稍有失败，例如这次，便会被无限放大缺点。这就是老 K 所谓凡人对抗神明的原罪。所以我真觉得老 K 做个节目是有点意义的。人们总是热衷于争论高低，比较输赢，争论天赋和努力，但很少有人明白，没有谁的职业生涯一路全是鲜花，全是掌声。梅西也曾经被无数的球迷指责， C 罗也常年活在对比和挑剔之中，但这反而是对他们成就的证明。越是站在高处，听到的闲言碎语就会越多。时至今日，许多黑客大赛仍然以攻克特斯拉的系统作为目标，而攻克苹果的系统永远是更难的那个目标。但在另外一些人眼里，人们总是习惯性的嘲讽苹果，嘲讽特斯拉。所以我觉得像 C 罗、梅西一个运动员真正的强大，不是赢下了多少场争论，而是真正看透了之后一通百通，任凭外界的褒贬起伏，只要守住自己内心的节奏，日复一日埋头坚持就好了。别人的评价终究只是过客的闲谈，只要能守住本心，坚持自己的热爱，默默的耕耘和努力，这本身就是最舒服的生活的状态。这是我喜欢的足球，这是我喜欢的过程。这也是老 K 足球新闻为什么总想去探寻球员背后的故事。好，美国1-4惨败给比利时，这场比赛太过瘾了。首先，美国总统川普赛前败人品，竟然给国际足联主席打了个电话，非要让巴洛贡继续出赛。而且今天上半场美国队扳平那个球又是争议，当时巴洛贡在和对方的后卫梅切勒接触后倒地，而细看慢动作，这一次接触并不足以构成犯规，因为梅切勒并没有明显的推人或者撞倒对手的动作。可约旦裁判仍然给了东道主美国一个任意球，随后蒂尔曼主罚击中了人墙，折射入网。那么巴洛贡此前因为红牌本来就不应该出场，这属于一个不存在的球员创造了一个不存在的任意球，然后进了一个不存在的球，可比分就1-1了。但是今天比利时的主教练鲁迪加西太强了，谁都没有想到他弃用德布劳内，谁都没有想到他弃用多库，而今天选择代替多库的卢克巴基奥踢得太帅了，整场只踢了67分钟，竟有尝试过人8次，成功过人6次，均为本场最高。比之葡萄牙队持续的使用 C 罗，阿根廷队持续的使用梅西，我认为今天比利时做了一件最勇敢也最正确的事情，于是立刻全队打出了真正现代化的欧洲进攻，4-1砍瓜切菜将美国队斩下马来。而美国队这边由于用了名帅波切蒂诺，明显的出现了对他的泡沫化吹捧。当然这里是世界杯，这里是美国，随时可能出现像02年世界杯韩国队打入4强那样的丑闻，但归根到底，今天一场比赛将这泡沫戳灭了。本身美国足球如果使用了一个欧洲的好教练就脱胎换骨，这件事就已经证明了美国足球的落后，而他们此前只是利用东道主的赛程优势，就没有遇上过强队。看看3个月前3月28日在美国进行的友谊赛，比利时当时也5-2客场大胜了美国。3个月前的5-2，今天的4-1都是正常的结果，所以比赛没什么值得多说。但德凯特拉雷必须表扬，2个进球1个助攻，就今天的90分钟完全拿出了 MVP 的表演，2脚踢碎了虚幻的美国梦。而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今天每一次扑救不只是扑出的球，还有助攻啊
另外，31岁的特罗萨德踢得太好了。上半场送出助攻以后，特罗萨德本届世界杯已经创造了17次机会，比其他任何球员都要多。而且他还是近3届世界杯单届的赛事创造机会次数并列最多的球员。因为22年梅西夺冠那一次也创造了17次机会。这世界杯结束以后，特罗萨德大概率要走啊，也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出去挣大钱的机会了。而阿森纳的球迷说不出的舍不得。当初阿森纳选择签下特罗萨德，而不是继续追求所谓的穆德里克，如今看来是俱乐部近年来做的最成功的一次决定。现在土耳其联赛的贝西克塔斯对他非常感兴趣，已经提交了3年合同正式报价，税后年薪700万欧元。但特罗萨德方面要求得到4年的合同，税后年薪要1000万欧元。对了，关于他，老 K 昨天的节目埋了一个伏笔，讲了许多他和老婆恩爱的故事。但由于今天比利时再次过关，所以这伏笔的揭晓咱们留到下一次比赛。OK， 员外卢卡库替补登场23分钟，又是一脚漂亮的近高远低，打远角就应该这样的低平球，卢卡库就应该这么用，不要让他打首发。每次替补上来自带1-0的男人，所以鲁迪加西亚这一次真的圈粉了，名帅呀，能够大胆的换掉2个老将上年轻球员，光这份魄力就值得点赞，而且还真打出来了东西。上半场比利时队的活力非常足，战术执行力特别强，这才是一支真正的欧洲强队。看了前面的几场，本来老 K 对比利时不抱希望，但现在将德布劳内拿下之后，整个球队完全焕然新生。如果坚持今天的势头，那西班牙要想过这一关不容易。好的，那么今天也是自1986年以来，比利时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单场进了4个球，而引发了巨大争议的美国前锋巴洛贡全场表现平平，0次过人，0次关键传球，只有1次射正。至此，3支东道主都止步于1/8决赛。加拿大输了个0-3，美国输了个1-4，墨西哥好一点，2-3惜败。尤其今天的比赛中，美国门将弗里兹出现了超级巨大的失误，送了大礼，估计未来在美国就不好混了。这场球属实正义必胜。好，接下来今天的重磅新闻。首先，美国总统川普，他今天在白宫的办公室为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敲了钟，随后发表了演讲，确认自己确实就巴洛贡染红牌的一事给因凡蒂诺打了电话。他说：“是的，我要求进行复审再看看。这个裁判，如果你查查他的过去，就会发现他有点可疑。巴洛贡什么错事都没有做，他是我们最好的球员。裁判给了他1张红牌，我当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。然后我听说他不能参加下一场比赛。嘿，球员跑动中身体纠缠在一起，谁也无法精准控制自己的脚，完全他不是故意去踩对方的。这名裁判的判罚疑点极大，要是你想看，我可以把他过往的争议判罚记录都拿给你。那次判罚所有人都觉得离谱，官方通知巴洛贡无法出战下场比赛，这实在太不公平了。一场还没有开打的比赛，凭什么提前处罚球员呢？要是我把梅西也罚下，你作何感想？就因为梅西撞倒了别人，换成 C 罗也是一样嘛，只是轻微的碰撞，我就要把 C 罗罚出场？凯恩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根本不能这么判。这事儿本来就会给这场精彩的赛事蒙上巨大的污点。我们应该看到双方最强的球员登场。比利时队的阵容很强，他们也应该拥有全部的主力出战。试想想，如果因为这次红牌少了这名核心球员，球队输掉了比赛，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哦。我认为那次判罚会留下很大的负面的污点，我只是把我的想法转达了出去。我没有命令裁判怎么做，我也无权指挥他。而且我相信，最终的撤销决定并非出自这名裁判一人之手，做出裁决的是裁判委员会，他们这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首先，那根本算不上犯规；其次，观众也希望看到双方的顶尖球星同场竞技嘛。我一开始压根儿不知道红牌到底意味着什么，等我弄明白了才知道，裁判轻飘飘出1张红牌，我们队内的头号得分手下场比赛就直接不能上场了。哼！之后我去查了一下这名裁判过往的判罚记录，口碑很差嘛，争议一大堆嘛。这名裁判的判罚简直离谱至极嘛！我当时就感慨，裁判手里的权力太大了，这种判罚实在太糟糕了。在我看来，赛场上应该汇聚所有顶尖的球员，少了哪个核心球员，就算赢下比赛，这场对决也失去了意义。我从头到尾只要求复核这次判罚，从来没有强硬要求对方必须改判。不过因凡蒂诺是个头脑清醒、
行事也很强硬的人。哎，咱们川普说的很简单，也很直接，对吧？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啊，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啊。哎，给我最后说一遍啊，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。因凡蒂诺，你听懂了吗？所以再不懂事的人接到川普的电话，你人还在美国，你也知道啥意思了吧？老 K 觉得因凡蒂诺听话也是对的，否则给红牌那个裁判很难活着走出美国呀。这树不要皮必死无疑，人不要脸天下无敌。好，对这件事情，因凡蒂诺也表示，我确实接到了川普的电话，但是纪律委员会的裁决是独立的。哎，老 K 给翻译翻译啊，原则上是不允许的，但是原则本人给我打了电话。好，另一边德国队大好的消息终于传来 ，Here we go， 克洛普将出任德国队主教练。那么本来呢，克洛普是在奥地利红牛担任红牛足球部门的全球负责人，为期4年。从25年上任，合同为期4年，但现在上任德国队的主教练，克洛普时隔2年再次拿起了教鞭。不过提醒大家，老 K 之前也说过自己的看法了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之前勒夫辞职的时候，弗里克上任的时候，当时许多德国球迷也是说天亮了。所以未来4-5年，让我们看看德国队到底会发生什么。好，国际足联宣布巴洛贡的红牌禁赛缓期执行，这边欧足联官方马上发布了声明，向这种行为表示谴责。巴洛贡禁赛缓期执行，这超越了红线，我们感觉难以置信。嘿嘿，这欧洲足联跟国际足联不对付也不是1天2天了。好，另外转会市场，热刺官方已经宣布签下了托纳利，据说转会费总价可以达到1亿英镑。26岁的意大利球员托纳利被认为球风是最接近中场大师皮尔洛的。今年热刺的转会窗是铁了心要真正的加强阵容了，所以就看一看下赛季的成绩到底会如何的上升。好，另外还有马竞这边 Here we go， 里冈人加盟马德里竞技，转会费4000万欧元，口头协议已经达成，就等着正式手续的办理了。另外在挪威2-1淘汰巴西的比赛中，打入第2个球以后，哈兰德第一时间想要脱衣庆祝，有过这种动作的意图，但在短暂的情绪释放之后，迅速做出了克制。因为比赛仍然在进行，如果脱衣庆祝，肯定会直接触发黄牌的警告。哈兰德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为了避免个人的庆祝导致球队在最后承受不必要的风险，他选择将情绪刹车，准备脱下来的衣服又穿了回去，回归到比赛本身。另外，在美国川普开了先河，巴洛贡的红牌缓期1年之后，现在每日电讯报报道，英国政府可能会就夸安萨的世界杯禁赛问题也去联系国际足联。据说好几个英国的政客已经请求国际足联暂停对夸安萨的禁赛，英国政客们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英国的国家利益。但老 K 估计因凡蒂诺多半不会理睬的。美国川普我给面子那是迫不得已，你英国政府在我这里有没有面子，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呀。好，在挪威队战胜了巴西以后，赛后现场观战的挪威公主英格丽德·亚历山德拉和斯韦勒·马格努斯王子特意走进了球队的更衣室，和全队一起庆祝。但不好意思的是，这时候哈兰德已经脱掉了球衣，但是公主殿下毫不介意，大方的给了他一个拥抱。倒是哈兰德自己满脸通红，挂着开心的笑容，和公主和王子热情互动。其实公主也喜欢帅哥，也特别喜欢帅哥半裸的样子拥抱自己。好的，感谢大家的陪伴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感谢您的点赞，感谢您的订阅。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，咱们明天再见。